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里是神州秀点，今天说的话题是十字挑花绣。十字挑花绣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普及性。那么十字挑花绣它在汉族地区哪些地方比较有特色呢？一个是在江浙地区，还有是在四川地区，还有在陕西地区，还有在湖南地区。这些地方的十字挑花绣都很具有它的风格和特点。除此之外呢，少数民族的苗族、侗族、布依族、藏族、瑶族也都有十字挑花绣。说起十字绣，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经常拿各种花瓣、树叶来组成一些图案，形成十字绣的样板。它好像成为了我们童年的手工游戏。那比如几个花瓣就组成一朵花，一粒蚕豆做成一个金鱼的身子，再找一片枫叶形成了金鱼的尾巴，一片叶子4个叶梗做成一个小青蛙，还有什么用一个圆形的叶子，再用2个尖形的叶子做成一个兔子头这个非常有趣。因此十字绣呢，它具有它的普及性，因为它在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里面，它就可以有操作的可能，而且它是拿着一块布、一根针，不需要上绷，很方便就能拿在手上刺绣。所以呢，十字挑花绣它很容易普及。然后它的针法呢有哪些呢？它其实针法的最后的形成都是像一个十字一样，所以就叫它十字挑花。那么它具体挑的时候呢，也有一些区别。十字挑呢，它是左右行针；还有一种呢，露花挑，它是也叫砌针，就是像砌墙一样、砌砖一样，它是向4面8方都可以走针的。还有一种是叫架花，它是正反2面都可以非常的整齐，但是呢，反面呢，它是一种平行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实物来做区分。这个是属于十字挑，它是左右行针的十字挑花。这个也是属于十字挑花，左右行针，左右挑左右走针的。这个也是属于十字挑，左右走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露花。露花呢，刚才说了，就像砌砖头一样所以它也叫砌针。那么露花的特点呢，它是像一个砖头砌墙一样，一点点的往上落的。它的行针是4面8方行针，它不局限于横着、竖着，也不局限于左右。它的特点是正反一样，绣出来以后正反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好，还有一种是架花。架花的正面是十字形，架花的反面
都是平行的线段，平行线。这个挑法也是属于架花挑法，它的反面都是平行线，正面是十字。这一个是侗族地区的，这是个侗族地区的挑花绣。侗族的这个挑花绣，还有苗族的挑花绣，还有瑶族的挑花绣，它们的特点都是很精细、很细密。这个可能跟它们的实用有关系，因为它们是生活当中的使用品，要考虑它的耐磨、结实、可洗，因此绣的这个针迹啊非常小。这是个十字绣的腰带，十字绣的腰带也是针迹绣的很细小，1公分里面几乎要沾着9针到10针，1毫米1针啊，很精细。色彩也很美观。那么十字绣里啊，还有一种绣，就是正面看花，反面挑，就是绣的时候是从反面挑的。那这种挑法呢，这种绣法呢，在十字绣里形成了一个特色，十字挑花绣的特色。从反面挑，正面看。反面挑花，正面形成十字绣的花型。从刚才我介绍的实物里面，大家看到了十字挑花绣，它基本挑法是相同的，但是它也有着呈现着它不同的一面，有的色调明快，有的呢传统古朴，也有的是造型夸张，也有的是气味横生。十字挑花绣它还以单一的挑绣来形成作品，它不需要其他的针法去做辅助，但是同时也能展示它的千姿百态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下次见。